朋友们好，这里是康居别院，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那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是广东的一位大哥租下的，3500一年，租了20年。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台阶路，大概有10米左右，上面就是一条马路，宽约3米左右。上面正在施工，今天是硬化路面。那这栋房子的旁边有2块空地，这2块空地都是邻居家的。那广东的这位大哥如果比较喜欢种植的话，可以和旁边的邻居商量一下，把这2块空地租下来。那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16公里，距离附近乡镇级市6公里，交通也是挺方便的。房子的周边是一大片的竹林，这边应该是卫生间，也是一个旱厕。在上面有工人正在施工，房子的背后也是一片竹林。那这边有块空地，我在想后期广东大哥可能会在这边做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也可以改造一个卫生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那这栋房子进深大概是6米左右，3开间的木房子，楼层高度大约5米左右，上面盖的是青瓦，也就是当地我们俗称的土瓦。这些瓦每2-3年需要检修一次。整个房子有2个房间，1个客厅，现在旁边还有座偏房，是他们家的厨房，也算一个小房间了。那开间大概4米左右，两边的卧室分别留有窗户，还有单独的小门。那这样的木房子呢，建有差不多20多年左右，主人家现在已经搬到上面的马路之上，重新修建了楼房。这边确实交通不是那么方便。那我们可以看到屋檐底下已经是硬化了，这栋房子的内部呢也都采用的是水泥底打底，没有贴瓷砖的。那我们来环视一下周边的环境，院子没有硬化的，有个斜坡，这块地呢都是他们家的，一直到我看一下，大概那个枯树的位置是他们家的院子，从这边过去大概还有6米到7米左右，所以后期把整个院子打造出来的话是非常宽的，后期活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到房子的视野非常的开阔，从这边看过去景色也是格外的美。临江而建的房子，周边呢钓鱼肯定是不用说了，在这底下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钓位，每天都有钓鱼人来到这边钓鱼的。这边也是一个独立的小码头，平时从这边坐船去到对面干点农活。那这边如果后期打造出来的话，我相信居住的环境应该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栋房子该如何去装修打造呢？现在因为疫情广东大哥他们是来不了，所以房子是没有拿到钥匙，无法进去拍的，只能从院子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外墙的木板比较陈旧，颜色有点深了，其实我也是没有经验的，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我倒是有个想法，把这些木板全部拆掉了之后，换成那种砖结构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或者那个位置那个偏房可以加出来一点，出来大概2米左右，这样子可能利用的空间又比较大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的院子，可以把整个院子加宽，人呢更靠近江边。每天茶余饭后坐在院子里面看看远处的风景，
非常的安逸啊。那房子后院的这片竹林还挺宽的，目视一下，差不多有100来个平方左右。是不是把这边全部用围墙围起来呢？这样子私密性可能更加好。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师傅他们依然是在河边继续改造房子，我就过来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刚好呢，今天也有一个从长沙那边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准备在我们这边呢租房子，大概租3年左右的时间吧。所以我带她看的是一栋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当然，这栋房子不只可以租3年，可以租到15年左右，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房子周边的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那现在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我每次过来都把车停在这里，这边呢也是他们家的院子。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大概宽6米左右的水泥路面。整个村子只有10多户人家，几乎是建在一个小岛之上。在镜头的前方，这也是一栋闲置房，但是这栋房子的背后呢，是有一栋2层楼的砖房。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它的旁边呢是砖结构的。房屋的背后是进村的道路，再过去呢就是一个很宽的一个场地，几乎村子里面所有的车辆都是停在那边。这栋房子车子是差不多可以开到院子吧，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这边的房子呢几乎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背山面水，底下呢是有条清水江的支流。这是他们家的一块空地，当然现在做了硬化。去年我来的时候这边还是种的有些蔬菜的。那边3棵柚子树还保留着，这边是搭建了一个木质的凉亭，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底下沿河边也是修建了一些游步道，这里呢还有些健身的器材，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栋房子是坐西朝东，门口呢视野还比较开阔，当然这边绿树成荫，还有竹林，有些大树。这栋房子距离城里有18公里，距离镇上有6.5公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房子的门口有2棵柚子树，还有些橘子树，这些是枣橘，大概10月份以后就可以吃了。这是主人家呢种的一些南瓜。这栋房子通水通电通网络，之前是常德的一个大哥在这边租了1年，但是呢房子租好了之后他只住了1-2个月，临时就到张家界那边有事，在那边开了民宿，所以房子就闲置下来，一直没在这边住现在大门紧闭，我刚刚是和主人家打了电话，他说常德大哥的租期呢还有差不多20多天吧就到期了，所以这栋房子呢又会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所以无法进去给大家看。这栋房子的整个线路还有水管全部都改好了，所以房子里面基本上打扫的也是非常干净，拎包可以入住的。1楼是有2个房间，这边是有2个，那边呢有1个房间，背后呢是他们家的厨房，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房间，在那背后呢是洗澡淋浴的地方。基本上这栋房子所有的设施都是齐全的，上面盖的也是我们本地的青瓦。这些青瓦呢基本上主人家也是2-3年检修一次，
虽然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齐整，但是瓦片呢一点不漏雨。这外墙呢涂抹的是桐油，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深。这间厢房也是重新外墙做了一个装饰，所以整栋房子啊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院把呢大概宽70个平方左右，都是水泥做了硬化。栏杆呢是用砖砌起来的，大概高度有70公分左右。外面呢一小块的菜地也是他们家的，当然现在种了橘子，这些橘子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成熟的时候是橙红色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在这底下呢是有一条台阶小路，一直通往底下的河边，这是清水江的一个支流。在门口的位置啊有一颗太阳能的电线杆，到了晚上它会自动的亮灯。这边喝的也都是自来水，挺方便的，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蓄水池。这个房间啊现在是进不去，我记得应该是最大的，将近有30来个平方左右，是一个主卧。而且这栋房子的地面全部都是水泥硬化了，楼顶呢也做了吊顶，非常的干净齐整的。看这边的木墙板全部都已经装修好了，现在可惜，房子是上了锁，我们无法进去。待会儿呢，我们要走到小河边给大家看一下。先来看一下整栋房子的一个外围结构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翻开我以往的视频啊，当时我是拍到过里面的。这边还有一箱那个野生的蜜蜂呢，大家还记得吧？直接是从他们家这里钻进去的。蜂巢呢是直接在房子里面，已经有差不多有7、8年了，在这个位置从来都没有走过。看主人家很讲究，每年都是刷了桐油。这边啊立柱都是有亮的。房子的背后呢，排水沟也做得特别好，干干净净的。后面呢也都是全部装修了。这背后呢是一个厨房在这块位置，那边呢是杂物间，很宽的。这栋房子的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开间呢是4米。这边靠近邻居，将近有6、7米左右。整个小村子呢是非常安静的，大概只有10多户人家，但是很多房子呢都是空着，常年在外地务工。这是一棵板栗树，上面也结了很多板栗。我们从这边嘛走到河边，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我们过来的话，车子是可以直接停在这个院子的，相当于也是整个村子里面的一个院子吧。有些红白喜事啊，都是在这边吃酒，开酒席。从这边走到河边呢，将近有20米左右。去年我来的时候啊，这边台阶路还没修好，应该是下半年的时候才修的。大家认识这是什么花吗？会结很多籽的，开的花也挺好看。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这铺的都是石板。从这里走下去，每天到河边散散步，钓钓鱼，挺不错的。这条小路修的挺好的，大概宽1.5米左右。从房子走下来1、2分钟就到河边了。这边啊，连路都有这样的太阳能电线杆，到晚上亮起灯，走在这样的小路里面，感觉还是挺惬意的。在河边
有座小房子，以前他们说是关牛的，现在也没用了。这个位置啊，两边都修了木质的栏杆，平时在这里钓鱼啊是挺不错的。可以看到小河里面水清澈碧绿，很干净的。这边的河水深度将近有20来米，宽度呢大概也就40-50米左右。这是一个小岔河，主河道呢在那边。这边很多柳树，到夏天啊也不会特别的热。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多米左右。看这里的环境还挺不错吧？平时在这边钓鱼啊，挺安逸的。房子就在上方，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房子周边的植被是非常好的。这里过去是一处小码头。这个码头啊，平时村里面到傍晚的时候，在这里洗澡的人比较多。平时啊，洗衣服、洗菜也都喜欢在码头边上。几乎2米左右都可以看得到底，说明啊，这河水还是很清澈的。从这边呢，又可以走上去，也到了我们房子的外面嘛，就是我停车的那个位置。走上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边的小岔河一直延伸到后面。这边啊也有一座凉亭，我的车就停在这个位置，再上去就是我们看的这栋房子了。现在我们湘西这边啊，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通了马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今天啊，山里面终于下雨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是真的挺高的，好久也没给大家更新家里面的视频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回到家里面来看一下现在整个房子究竟怎么样。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最近一段时间都挺忙的，一直忙着在河边改造一栋老房子。那家里这边呢，现在一个师傅都没有了，地板漆还有墙面漆全部都已经做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场雨啊，是昨天晚上开始下的，整整一晚，现在还没停，都已经是早上的8点多钟了。有20多天没有下雨了，所以最近的气温也是特别高，37、8度，接近40度左右的高温。这边的玉米啊，也快可以收割了。再过10天左右吧，应该差不多了。这边的稻田里面，稻谷都已经抽穗了。看来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这场雨是及时雨，下得非常好，要不然稻田里面的水啊都干了。现在我们是站在凉亭里面，这处凉亭建好了之后，木匠师傅就回家了。我把之前买的一口柴火灶搬到这边来了。整整下了1个晚上的雨，这边呢还没有被雨水淋湿，还是可以的。这里铺的是树木地板，因为没有装
螺丝钉，所以呢，它的接头位置是有点发生变化的。后期呢，我们要重新给它处理一下，装上螺丝。之前我们是直接铺在这个混凝土上面。这个茅草棚给人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尤其村里面很多人路过都问我，到哪里去买这些稻草来盖房子啊？我说网上挺多的，他们走近一看，原来这不是稻草，是一个仿稻草的材料。最近一段时间这边是都没有人做工了，木匠师傅呢都回家了，油漆师傅呢跟着我们去河边改造房子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刷好了油漆之后，让它放在这里，过一段时间，等这个油漆味散了之后，我们要打扫卫生，然后呢，开始买一些家具过来，就可以入住了。这边的塞壁打磨之后上了油漆，还是挺亮的，对不对？我们选择的呢也是本色的油漆，也就是清漆，它保留了木头的颜色。大家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高光的有的是哑光的，我们买的是高光，所以呢刷在上面它是油亮的，而且颜色呢我觉得是很好看的。在大门口呢，我们是用一大块的木头作为一个像台阶一样的垫起来，走在上面呢更方便一些。大门是没有上锁，推开就可以进去了。给人的感觉怎么样呢，朋友们？整个2楼呢，我们全部都是装上了木地板，这样子更实用一些。像我们这边建房子整个堂屋是留中空的，上面呢是直接看到顶，但是我们这栋房子呢，堂屋的2楼我们都是铺上了木地板，所以2楼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客厅。这边就是1楼的木地板，全部都是春木，颜色呢还是很好看的。这边也都是这样子的，看整个墙面刷上了油漆之后，感觉还是亮了许多。这个塞壁我们打的是木条子，这样子格子来做的现在玻璃还没有装现在是主要让这些油漆散一点气味。实际上我走在里面都闻不到什么油漆味了。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热了，这些木头还是有一点点退了，意思呢也就是出现了一些缝隙。你看这个位置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缝隙，当然这是一扇门但是门和门之间呢，这个缝隙之前是没有这么大的，现在已经退了这么多了。木房子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了。这是全实木的房子，我们是从城里面买的主体，总共是花了75800整个木架子，然后呢做了地基，盖了瓦差不多花了13万多。等了1年多之后，我们就开始装修房子。装修房子的费用呢，木板差不多用了7万到8万左右，工钱呢也是6、7万。那算起来，这栋房子呢，差不多就用了25、6万，接近27、8万左右的一个价格。这边的木板退的也比较多
这个真的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像农村这样子建房子啊，很多人呢喜欢在房间里面再包裹一层那个桑拿板，这样子呢就看不到这些缝隙了。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人工做的吧，都是难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哇，这个缝隙也挺大的。这是热胀冷缩的一个原理啊。一楼呢，我们是有3个房间，加上一个公用的卫生间，这是背后的一个小房间，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吧。这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这背后呢也有一个房间。现在这里面的灯啊是全部关了，因为房子没人在家嘛，都没有通电。这个房间是很暗的，因为只有这背后的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也没有留多大，但是这个房间呢是有个独立的卫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干湿的分离。这边是一个马桶，这是一个洗脸的盆子。走到2楼给大家看一下。这2楼的楼梯呢，也是木匠师傅纯手工做的。先来看一下这个，储物间吧。这是一个楼梯间下方的储物间，我们就是用木板做了一扇门，这样子。哎呦，这个也退了很多，之前我记得没有缝隙的。这边呢还做了一个储物柜，并且呢是做了几个隔断，可以放被子。给它这样子关上吧。这栋房子目前呢，灯线还有水我们全部都已经提前做好了，但是这里面的灯还没有接。从这里走上2楼。2楼呢是有4个房间，一个公用的卫生间。2楼的地板呢全部都是杉木，颜色也是挺漂亮的。顶上呢我们是用桑拿板做的吊顶，颜色比较接近这些实木的杉木。这里是做了一排的柜子，可以摆放一些东西。这边是有2个房间的，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前面这个房间呢是比较大的，其实这上面好像真的没什么气味了。你们觉得像这样子的情况大概多久能够入住呢？这边刷好油漆将近有10天左右了吧。这个房间啊还没有做的，一直都是这样子，因为泥工师傅呢出去了还没回来。这前面呢也是一个小房间，当然这个房间比背后的呢要大一些。这个窗户啊拿下来还没有安装，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啊。这边2楼也都需要装上玻璃的，现在也都是和1楼采用同样的风格，打上的是格子。这边的窗户是可以推开的。其实啊，在这边的房间也是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院坝，那边就是我们的凉亭了。
整个木房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优点，有缺点。那基本上优缺点我都给大家说了。木房子呢，它做出来之后会有一些小缝隙，而且呢，不完美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干燥舒适。人上了年纪住在这样的木房子里面，它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吧，长时间在潮湿的一个环境对人体它是不怎么好的。但是木房子呢，它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你进到家里面，不管你是在客厅在房间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干燥舒适的环境，对人体对年纪大的人养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建这栋木房子呢，就是再过10来年之后用来自己在这边老家养老。那目前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再把家具搬进来就可以入住了。接下来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套房子呢？因为之前在视频里面就有很多朋友问我，在你们湘西有没有一些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我想住那么10天半个月或者1个月半年，那我们家的这栋房子呢，就是可以这样子让大家去入住的。当然你要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家呢毕竟是在山里面，第一个交通并不是特别的便利，这边距离城里面将近有10公里左右，距离镇上呢有2.5公里，而且我们村子里面呢只有2处鱼塘，是没有像我们改造河边房子那样的一条大河，开门呢就是看到大山。所以这边的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也是挺不错的。那开门就见山了，整个院坝呢也有400来平，我还修了一个凉亭。有一些朋友呢，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在院坝里面煮饭，还可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好了，说了这么多，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